站得高，看得会更美吗？这个世界的平云山向来都是最惬意的。古人云，人的命运便如这水滴一般，随风飘落，各有际遇。有的汇入清泉，去了贵人们的慈悲当中；有的便流入这檐下草窠，成了草下污水。公子便似这清泉，而我便像这污水。哎呀，姑娘，咱不能这么说。我们的出身不能选择，但经过努力，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境遇。哭了？郎君误会了，不过是这山里雾气大，有些蒙了眼睛。今日郎君肯陪蓝玉出来游玩，蓝玉心里很是开心。郎君谈吐风雅，又肯这样宽慰于我，蓝玉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若是马郎君不嫌弃，蓝玉愿跟随马郎君，哪怕到长安也在所不惜。蓝玉不求什么名分，只希望马郎君能怜惜。姑娘，你说这些话，你自己信吗？那你的信念感很强。如果你今天不能迷我心窍，你是不是回去没有办法交代呀？蓝玉听不懂马郎君在说什么。你当然懂，你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做人呐，切不可直入主题。我们对对方都不怎么了解，就直奔主题，这样不好。那我们也可以慢慢来。不，你想啊，靶子还没有立好，射箭是没有用的，眼睛是骗不了人的。你仔细看我一眼，姑娘，你都快吐了。我对我自己十分的了解，我们之前见过几次，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，就在昨天突然间对我含情脉脉，暗送秋波，一定是做给别人看的。我今天同意跟你出来，是想让你散散心，放松一下，不用演戏了，演戏很累的，姑娘。原来马郎君早就知道了。我只是有一点不明白，这赵长叔为什么对我的感情这么关心呢？他……哎，你不说也没关系。如果赵长叔问起，你就说看见我就想吐，实在进行不下去了。男女之事不可勉强，好吗？有劳马郎君了。荔枝转运呢，它得经过大屿山，往北进入江南西道，啊，但是这个大屿山呢，它太险峻了，走盘山道需要2天时间，所以有没有一个新路线、捷径，把这2天给我省出来，那我不也成功了吗？我就想问问您，您知不知道有这么一条道？大哥，去，拿着玩去。你这不痴人说梦吗？那大屿山那是随便翻的。姑母，你就帮帮这一回吧。这事儿我没法帮啊，神明能帮他，可这人也不信呢。大巫，我相信我跟你是一路人。哎，你别说的好像你多了解我似的。你看，阿童确实是我朋友，是我深知，这洞人在山里边生活不容易，缺医少药，他只要受一点伤，只能等死。你是以大巫之名，借神明之手，给他们提供了最高限度的救死扶伤。
这心里边的苦啊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有鄙视之意，我只有钦佩。真的。成人里边，你不算最会说话的，但是你能这么理解我们洞人，这真是少见。我是诚心向您请教的。哎呀，姑母，你就帮帮他嘛。我们这个部族里面有个人名字叫阿土，他是我们这个部族里边唯一混在高州的人。有一天，这个阿土回到山里来，他就拿着那个成人的那个笔还有纸，在那勾勾画画的。我很好奇，我就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？”他就跟我说，他以前在当猎户的时候，他发现了大屿山上面有一条隐秘的小路，如果把他勾勾画画的这些东西顺着那个小路运出岭南去，他能挣一大笔银子，以后我们部族里边就不愁吃不愁喝了。所以是真的有这样一条路。是啊，可是他突然就失踪了，这都10年了，也没有什么音信，找不着他人呢。那除了他，没有人知道这条路了吗？只有他知道。这咱们洞人，这跟成人是不打交道的，所以也不知道消息。他，李尚德，你去哪儿？哎呀，苏老，苏老，有个好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？不要迫不及待，慢慢说。什么好消息？这个啊，荔枝园里边来了一个动人的大巫，大巫，大巫啊！说这个大屿岭有一条捷径可以不走盘山道，省下来2天的赶路时间。啊，这可真是一个好消息啊！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不知道这个道在哪儿。这可不是好消息。但是有人知道。谁？一个洞人叫阿土。阿土啊，他人在哪里？你们消失10年了。然后呢？这没有然后了。那这算什么好消息？我来啊，是请您能不能动用你的关系，帮我找到这个阿土？这咱计划成了，这不就是好消息了吗？啊！你说，阿米塔的侍女追求你？是。有意思。你说，我在长安，我能把长安的酒局拿下，如今我在岭南，我又把情场的水搅得这么浑。哎呀，身边总围绕这些莺莺燕燕，甚是烦。我看你是兴奋吧，在长安也没遇到这么好的差事啊。先生误会我了，我只是觉得我在处理感情事这一方面极具天赋，发乎情，正人君子，坐怀不乱。不过，蓝玉那个姑娘长得真挺好看的。你若是动了情，也不是不可假戏真做，也算你没白来岭南一趟。先生又误会我了。虽然蓝玉那个姑娘长得不错，但是我喜欢的人是才貌双全。好了，说正事吧。从我们目前查到的线索，当年旗津楼起火应该就是一起有预谋的谋杀。我们查到旗津楼起火之前，兰哥的阿爷恰巧吃下了2000筹海帆绸。先生的意思是，抛售这2000筹的，便是那纵火之人。不错，海帆绸的价值一大半都建立在海虎的威名之上。海虎一死，海帆绸彻底崩败，所有高价买入手的全都砸在手里了。兰哥的阿爷也赔得血本无归，出了好大一场乱子。
现在有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何有光纵的火？没有。不过那2000手海帆绸是从一个叫阿土的掮客手里买的，找到他，或许就能找到当年的真相。烧死了。完了完了，那岂不是说阿土手里的大鱼领路，我们找不到了？你说阿土在10年前就被烧死了？只是耳闻，不曾目睹。绝对不可能。5年前，他还托一商人给我们部族捎东西回来呢。那你见着他本人了吗？他本人我倒是没见着，但是他托商人给他父母还送回来一些药品什么的。那他留下什么话了吗？这个倒是没有。那这商人是谁啊？不知道啊，他送的东西人就走了，就见过那一面。失踪和死亡没有太大的区别。缩短不了日程不行啊。大吴，你再想想，还有什么线索没有？线索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商人，他从来就一直盯着我，特别讨厌。我骂了他一顿，但是他给我解释他说他是个斜眼儿。南哥，你冯叔没钱了，给我借点。借钱是需要有抵押的。你有钱呀？我跟你阿爷可是老乡，一个年纪轻轻太敢提当年啊，是你害我们家倾家荡产，幸亏我命硬，能熬到今日。我是不想提，就是啊，可是你非得跟我来攀关系。这当年这事情不能怪我呀，这当初买那个海帆绸也说好了是风险自负，我这帮忙穿针引线，你不能总就着海帆绸的事，那也不是你阿姨一个人赔呀，全城都赔了，兰哥。那你是不承认你有责任？兰哥，我这些年做成什么呀？你都知道，这有的上顿没下顿，这有点钱啊，这都送到你们斗鸡坊了。我这回真是过不下去，我病了。那你还来赌？那我怎么办呢？我的钱又不够，我求求你，10年前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你们家，我命不该死。兰哥，我是你叔叔辈儿了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，兰哥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是因为你让我倾家荡产吗？好，再来一个。好，老多来。赵长叔，怎么样？全被马桂英看穿了。你说马桂英看穿了咱们的心思？是。我管他看没看穿，他动心了没有？没有。马桂英一见了你，揍还不乱？看来右相身边的人确实厉害呀，早就进行过诸多的特殊训练。那他会不会跟韩手说此事？不会，
要是行首知道我蒙骗他，他是真心追求阿米塔的话，绝不敢轻易提起此事。我再想想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便劳烦赵长史，蓝玉先告辞。过来喝点茶水吧。夫君看着有些忧思。近日，我让阿米塔的侍女蓝玉去勾引马归云，按理说蓝玉姑娘姿色上乘，马归云居然坐怀不乱，这让我很是纳闷啊。我怎么感觉那人顶住了考验，夫君却沦陷了呢？夫君，你莫不是动了心，在思念那年轻貌美的女子？哎呀，都说轻易得到不会珍惜，看来我是让夫君得手太过容易了些。你说什么呢？知道什么呀？我给马归云设了一个桃花劫，他要跳进去，路在长安，可就有自己的人了。看来你还是想去长安。李夫人结识于微末，危难是一捧米，胜过富足百两金。我绝不会辜负了夫人。只是如今啊，这局势风云变幻，胡商们都开始支持荔枝转运的事儿了。将来的局面，如果荔枝转运成功，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呢。老东西绝不是能托付之人，我得为自己想想后路了。或许这马归正是我们的后路。可是夫君与那马归云哪有交情啊？我一句话就说到症结处。交情都是处出来的。今日约归云兄出来，就想当面道个歉。蓝玉之事是某唐突了呀。赵长书不用挂在心上，缘分二字本就很奇妙。哎，缘分未到吧，这个事儿就此接过。归云兄真是善解人意。哎呀，今日春耕已毕，夏收未起。哎呀，这余训呢又不归某管，倒是突然清闲了下来，正好有机会与归云兄浅酌一盏。哎呀，新民兄的生活是我最羡慕的，不像在长安，什么时节都有事儿干，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，12时辰不停。长安繁华呀，令多少风流才子心向往之。哎呀，其实某当年也曾得贵人赏识，有机会去长安的。只是当时已与夫人定了终身，便放弃了机会。如今偶尔午夜梦回，也会想，要是当年去了长安，又会怎样呢？新民兄是大才，贵人赏识那是自然。只是这田亩经商皆有所涉猎，小弟不明白。某啊是乡试解元出身哦，也曾得贵人青眼，走了这举荐之途，出来这岭南办事儿，举步维艰，屯田种过庄稼，卖过海帆绸，哎，反正什么都干，几经辗转，这才入的刺史府。哎，
我听说这海帆绸在岭南风靡一时，又一夜之间让无数人倾家荡产，在当时是一桩奇闻呐。哎呀，奇闻啊！哎，真是奇闻啊！哎呀，想起来当时我还是一名掮客呢。哎，正逢这海虎要做这海帆绸，海盗出身嘛，抢劫可以，做这个就不同，所以得请人为他发情。哎，某做掮客不吹牛的，那是手眼通天，八面玲珑，没有某做不成的事儿，没有某牵不成的线儿。海虎要做海帆绸，就得请某为他代为发情，某自此就做上了这海帆绸的经办生意。好一个手眼通天，八面玲珑，这海虎找您啊，是找对人了。哎，不止某一个，找了很多个，但某是做的最好的那个，经手最多的那个。哎，这件事我在坊间也有所耳闻，但我听说这数量最多的应该是一个洞人啊。他们跟你说的是阿土吧？一个山野洞人怎么能跟某比？他不过是最后那单才超越的某嘛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突然抛了2000绸。这阿土走了天大的运道，抢下了这一单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死在七星炉那场大火里了？真是人生无常啊！阿土、白虎都死在那场大火里了，海帆绸也变成了一堆废纸，要不然某早成富豪了。当然也没有今日与归英兄这份缘分，切不可惜。来，新民兄，人中龙凤，不会久居人下。你放心，等我回了长安，我替您举荐一二，您的才华不会埋没在岭南。哎，不要搞阴谋。我现在跟着何刺史办事儿，心里很满足，没别的想法。归英兄有识才之士举荐，某应当厚报。